AI 没有杀死设计，它杀死的是设计师最熟悉的那套流程。最近 Anthropic，也就是 Claude 背后那家公司，他们的设计负责人 Jenny Wen 在一场访谈里说了一句很重的话，他说：设计师们过去像信教一样遵循的设计流程，现在基本已经死了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吓人，但如果你把整场访谈听完，你会发现他真正想表达的不是设计师完了，而是设计没有死，死的是旧流程。什么叫旧流程？就是过去10年我们太熟悉的那一套，设计师先做研究、做发散、做收敛、画原型、出高保真稿，然后交给工程师去实现。这套流程以前为什么成立？因为以前做产品很贵，改一个界面要排期，做一个原型要跨团队协调，每试错一次都是真金白银的成本。所以设计师天然就是前置过滤器，先把方案想清楚，再交给工程去做。但 AI 把这个前提直接击穿了。现在工程师可以同时跑几个 agent， 试不同方案。产品经理自己也能用 AI 搭出能跑的原型。当先做出来试试比先讨论2周更便宜的时候，设计师那个前置位置还站得住吗？ Jenny 说得很透，旧流程依赖的假设是生产慢，所以要先把问题想清楚。而现在的现实是，生产变快了，很多问题只能在真实产物里才能想清楚，这就是第一层变化。但更大的变化还在后面。AI 产品和传统产品还有一个根本区别，它是非确定性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同样的输入，不一定每次都给你一样的输出。你在 Figma 里根本没法提前画出所有状态，你也很难像过去那样靠一个可点击原型去完整模拟真实体验。所以 AI 产品逼着设计团队面对一个新现实，很多交互不是先设计出来的，而是先跑出来的。你必须把真实模型接进去，你必须看真实用户怎么用，你必须在真实反馈里才知道这个设计到底成不成立。所以过去那种先把所有状态设计清楚，再交付给工程的方法，在 AI 产品面前开始失效了。这时候问题就来了，那设计师现在到底在干嘛？ Jenny 给了一组特别有意思的数据。几年前，设计师大概60%到70%的时间都花在画稿和做原型上，只有大概20%的时间是和工程师一起工作。但现在反过来了，画稿和原型降到了30%到40%，而和工程师直接 jam pairing 一起把东西做出来的时间上升到了30%到40%。甚至设计师自己还会直接进代码做最后的 polish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设计师的重心已经变了。以前设计师的价值是交付方案，现在设计师的价值是在高速执行里帮团队做对判断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设计师正在从出图的人变成定方向的人。你不再只是那个把稿子画完交出去的人，你越来越像一个方向设定者、设计顾问和工程深度绑定的合作者。那是不是意味着 Figma 没用了？也不是。这一点 Jenny 讲的特别好。她说 Figma 还很重要，但原因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 Figma 更像一个交付工具，今天它更像一个探索工具。因为 AI 代码生成有个问题，太线性。你一旦沿着某个方向开始做，就很容易越走越深。而好的设计很多时候恰恰需要把8个、10个不同方向一起摆出来比较。所以 Figma 没死，只是它不再是最终答案的工厂了。AI 把 Figma 从蓝图工具重新打回了草图工具。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关键。整场访谈里，我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句话，其实不是设计流程已死，而是 Jenny 说的这句：构建软件最难的部分，很多时候根本不是构建本身。这句话一出来，整个问题就被讲透了。因为 AI 正在快速降低做出来的门槛，代码更容易写了，原型更容易搭了，界面更容易拼了。但与此同时，另一件事变贵了，该不该做？先做哪个？为什么现在做这个方向对不对？谁来为这个决定负责？也就是说，生产门槛在下降，决策门槛在上升。这一点才是 AI 时代设计真正的核心变化。而且 Jenny 很诚实，他没有用那种很安慰人的说法，说别担心，品味和判断永远是人类独有的。他恰恰承认，
AI 会越来越擅长 taste， 会越来越擅长 judgment。这一点他说的很直接。我们可能太执着于相信设计感、判断力这些东西永远只属于人类，他并不这么看。但他同时也指出了一点，就算 AI 越来越能判断，总得有人最后拍板，总得有人决定什么值得被做出来，什么先做，什么不做，也总得有人为这个决定负责。所以 AI 没有把设计的价值抹掉，它只是把设计里最机械、最流程化、最容易标准化的那部分压缩了，剩下的部分反而更重要了。接下来我觉得特别值得讲的一个例子是 Claude 的 Cowork。外面很多人都在传说 Cowork 是10天做出来的，这种故事特别适合传播，听起来也很爽。但 Jenny 专门纠正了这件事，他说不是，那10天只是最后冲刺，在那之前，团队已经做了大量探索，不同 agent 的框架，不同的 to-do list 形态，不同的多选交互，不同的 use case 叫法，各种原型和反复试错。所以 AI 产品真正的节奏不是什么10天从0到1，而是长期模糊探索加上时机成熟之后的快速收敛，这特别重要。因为今天很多人都被 AI 产品神话带偏了，以为现在做产品就是一个想法，一个周末，一个 agent， 10天上线，不是这样的。真实情况是，早期更乱，探索更多，原型更多，试错更快，但真正能发出来的东西，往往是很多次反复之后才突然到位。最后，我想说说 Jenny 眼里未来什么样的设计师最值钱。他提了3类人，第一类强通才，不是那种什么都懂一点的人，而是多个维度都很强的人。因为设计角色现在在被不断拉伸，越来越像 PM， 越来越像工程师，边界越来越模糊。第二类深专家，这个也很重要，因为 AI 会让还不错变得越来越便宜，真正还能拉开差距的，反而是那些在某一个方向做到特别深的人。第三类我觉得最有意思，叫有匠心的新手，也就是那些还没被旧流程训练僵化，学得很快，很敢动手的人。这背后的信号其实特别明确， AI 时代不只奖赏经验最多的人，它会奖赏适应最快的人。所以如果把整场访谈压成一句话，我会这么说， AI 没有消灭设计，它只是消灭了设计过去最舒服的工作方式。过去设计师最重要的能力是把想法变成产品，而未来设计师更重要的能力可能会变成在工程速度越来越快，产品状态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，依然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值得做的。这不是设计的终结，这是设计从流程职业重新变回判断职业的开始。如果你是设计师、产品经理、工程师，或者正在做 AI 产品，你会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这件事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如果你对这个话题也有感受，欢迎在评论区聊聊。你觉得 AI 改变的到底是设计师还是设计流程？我们下期见。